是也有这样的感觉，觉得亮片已经不流行了，甚至囤了一堆亮片都放这没用。其实亮片只要用对方法，一样能做出高级又耐看的效果哦。Hello， 大家好，这一集要和大家分享如何铺好亮片。这些都是今天要用到的亮片，乍看之下种类很多，好像很难，但先别担心，耐心把影片看完，你就会知道为什么我要用这么多种亮片来示范，以及整个操作的逻辑。亮片的搭配很重要，至少要准备细的和大亮片，再加入不同大小、形状和颜色，这样的话整体看起来会更有层次。好，把正摆好后，就可以开始操作咯。整角均匀刷上一层功能胶，不能太薄哦，但也不能太过刻意的刷得很厚。先不照灯，建议拿一支炸掉的笔，或是专门缩亮片用来操作的笔，才不会把常用的笔弄坏。铺亮片会先从细闪亮粉开始，但我个人比较习惯先铺这个云锦粉，因为它没有厚度，用来打底可以让整体呈现很透、很闪的质感，不用刻意铺得很密，稍微像这样铺上去就好。这整个步骤都不用照灯哦。然后利用笔上的功能胶直接换另一款亮粉，这亮粉带有颗粒感，但是又没有亮片大，所以我会先把这款细的亮片铺均匀整甲，先把底层的层次做出来。再来我会加上这种云锦粉的质地的亮粉，不过它是粉色系的，这样的话整个款式会更有变化，看起来不会太单调。还有一个重点，别看现在只是普通的平铺，细闪粉其实是关键，四周记得填的时候不要留下太明显的一个空洞，你可以想象成星空的感觉，不是整片都布满星星，而是有疏有密，自然分布。重点就是不要有穿洞，记得随时检查一下表面，看看有没有特别凸起的颗粒，如果有的话就要及时先处理一下，后续操作会简单很多。再补一点的小亮片，铺大亮片之前，跟大家分享一个我以前常用的方法，虽然做得出来，但我现在觉得效果没有那么理想。以前我的做法就是先把大亮片跟功能胶搅拌一起。嘿嘿，最近入手了一个超可爱的饼干夹托，虽然跟今天的这个款式没什么关系，还是忍不住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。然后直接一大坨的放到夹面上，再慢慢去调整。不过这个方式我现在不太推荐哦，因为抄起来会比较费劲，速度也慢，整体精致度也没那么好，还容易让指甲显胖呢。整甲刷上功能胶，但用量要比刚刚的再多一些，让大亮片能服贴在甲面上，不容易翘上来。量还是要控制好的哦，不能多到流到甲沟。这整个步骤都不用照灯，用彩绘笔沾一些功能胶，取最大的亮片，亮片集中放在甲面的中间，四周先不要放，放上去后再用笔尖把亮片拖拉到你想要的位置。操作的过程中可以随时替换不同颜色或不同形状的亮片，把整体的层次堆叠出来。等中间的亮片铺得差不多后，你会发现我会时不时沾一点的功能胶再点到亮片上，是因为我还要继续叠加不同形状的亮片。基本上大亮片铺完后，表面已经没有功能胶了，所以要补一点功能胶，后边的亮片才粘得住。所有亮片当中，我最爱的就是星星亮片，所以我会稍微多铺一些。当然，这些不同颜色的圆形亮片也不能少哦。最后我会补上这种不规则形状的亮片，
别看它很大片，其实厚度非常薄，所以放在四周也完全不会有厚重感，做出来一样很轻盈，不会显胖。这个部分我就加速带过，主要是在做最后的微调，哪里需要补就补一下，确认整体都满意后就照灯哦。调整完之后，再点缀一点点的云锦粉。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个小技巧，如果手边的材料比较有限，想把大亮片和散粉分开，可以试试这个方式。把亮片倒在一张卡纸上，再把亮片倒到另一张卡纸，散粉和大亮片就成功分开咯。如果想把亮片铺得更细致一些，最好还是把大亮片和散粉分开。不过懒得分也没关系，直接混着用也是一样的可以。用我这个方式铺出来的亮片，其实表面很平整，你们可以仔细看一下。但是不管铺得再平整，亮片多少还是会有厚度，所以这类亮片款式本来就会比一般的美甲厚一点。因此建构的部分就要更仔细。我自己会先做这一步，因为刷完胶后两侧都会哑哑的，只是镜头不太能拍得出来。如果没有先把这个地方填好，后面做建构就会变得很不好操作。最后还得大量的打磨。用彩绘笔沾建构胶，在两侧拉几笔，让亮片尽量沉进胶里，不要凸起来。如果是在正人手上操作，其实不用太担心留到甲沟，只要选一些比较稠的建构胶，就能有更多的时间去调整。做建构的时候，记得要反手操作哦，让胶集中在高点。另外，也要留意两侧，不要溢胶，不然做出来的建构容易显胖。最后来比较一下，这是我以前的方式，这是现在的做法，大家可以看看两者的差异。用指腹检查一下表面，看看有没有哪一颗亮片还露在外面，摸起来尖尖的。再看看建构的弧度够不够漂亮哦，不够的话再稍微打磨。今天示范的这个方式，我平常做客人大多数是零打磨完成。整甲刷免清封层，就大功告成咯。亮片不是涂上去的，而是铺出来的。这次就分享我平常最常用的亮片铺法，让亮片分布均匀，不容易堆叠，做出来干净又闪烁的满本效果，新手也能轻松驾驭。大家快来交功课哦 ，OK？ 喜欢的话记得按赞加订阅哦，我会继续带你们学更多的款式。我们下期见，拜拜。